知道了。白裙女子挥了挥手，虚影便消散而去。修罗界也还是那样不太平啊。沙溢女子感叹，有生灵的地方永远都不会真正的太平，但如果有一个相对公平的人来主持大局，至少会相对太平。白裙女子说道，若行觉大人能一统修罗界，那修罗界便一定会太平。沙溢女子说道。对此，白裙女子没有作答，而是说道，我要先回去，这里便交给你，若不是你的能力，便也不会有这片沙海。总之这些年来是真的辛苦你了，回去之后便好好休息。闻言，沙溢女子神色变化，不由说道，大人，当年答应您来到这里之时，我对您说过我有一个遗憾。白裙女子立刻道，我记得当时你说你有遗憾，我还想能否帮你弥补一些，你却说这片沙海的事情做完再告诉我这遗憾是什么，所以你现在是打算告诉我了吗？白裙女子问。我的遗憾是结识两位大人太晚，未能如血族那般自那方世界起便开始追随两位大人，一直征战至今。过去的遗憾无法弥补，但未来之事却能做抉择。我想要的人生便是能够一直追随大人，无论修罗界是谁掌控，是否太平。大人，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我将回到修罗界继续追随大人，请将最危险的任务交给我，我定然不会让大人失望。沙溢女子说道。闻言，白裙女子淡淡一笑，懂了，修罗界欢迎你回来。话罢，白裙女子便意味深长地看向了楚风和淡淡，旋即便也踏入了那道结界门之中。楚风和淡淡顺利地完成了契约，随后便离开了那片天地，回到了太古沙海之上。淡淡没有进入界灵空间，而是与楚风一同在海面之上并肩飞行，向来时的方向而去。因失而复得，尽管楚风战力受损，二人却也是心情大好。尤其是淡淡，虽然苦确实是受了，但现在的结果他很满意。毕竟相比于楚风，他猜到了一些答案，虽然无法证实，可他却觉得他的猜测很靠谱。淡淡，你真的身体无碍了吗？楚风看向淡淡，他之前听修罗剑说，淡淡的情况可是非常糟糕的。可是现在的淡淡不仅看起来生龙活虎，他也是感受不出淡淡任何异常。最关键的是，淡淡的修为也得到了提升，不再是一品真神，而是二品真神，似乎也因祸得福。本女王好着呢，你关心一下你自己吧，你那血脉真能痊愈？淡淡问道。我的血脉已无需担心，迟早能够恢复。对了，淡淡，你有没有感觉这太古沙海似乎与修罗灵界有些关系？就比如我遇到的那个叫做杀魂昊天的家伙，他应该是来自修罗灵界的界灵，那么此地的主人多半就是一位强大的界灵师，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，都不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。就单纯是为了造福后人吗？楚风问道。不知道，你问黑铁片，他应该知道。淡淡说道。黑铁片？楚风诧异。就修罗剑啊？喂，黑铁片出来说会话，前面话不是挺多的吗？怎么现在又装高冷了？淡淡呼喊着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修罗剑又开始不说话了，哪怕淡淡此刻呼唤，修罗剑也不回应，就好像真的只是一把剑而已。而提到修罗剑，楚风内心不免有些窃喜。此次面对神族，若没有修罗剑，他还真就不出仙海鱼族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修罗剑的力量，那是超出认知的力量。楚风那一剑所释放的力量，虽然直接斩杀神族那强大的神木，可他能感受到他那一剑的威力，与修罗剑真正的力量根本无法比。那种感觉就像大海中的一片巨浪也能拍死不少人，可那只是大海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已。修罗剑不愧是修罗灵界的最强之剑，有此物在身，楚风怎能不喜？不管怎样，此次倒也是有意外收获。不过多亏了我的女王大人。楚风说话间，将那个散发黑色气焰的卷轴拿了出来。血脉魂魁。沙溢女子仍在观察着楚风与淡淡。当楚风将那血脉魂魁的卷轴取出，他目光有些复杂，但更多的却是不舍。他仍在感叹此物的珍贵。虽然若论价值，这卷轴自然无法与修罗剑比，甚至相差甚远。可修罗剑并非是属于楚风的，但这个卷轴，楚风若要用了，就真的属于楚风了。之所以说它珍贵，首先是杀魂一族从来没赠予过外人，是不外传的秘法，族内也必须是极具天赋之人才能接受考验，且是通过考验才能获得。之所以如此严苛，是因为这血脉魂魁无法言传，那卷轴本身就是传承力量，只能通过卷轴力量传承，因此每个卷轴只能传承一个人，无论能否修炼成功，但用了就是用了。而这卷轴的数量也是有限的，如今在杀魂一族也是所剩不多，所以他们族内的传承都越发谨慎。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到一个自然不易，且在他看来，那两位大人也可以修炼，也有益处，可却选择给楚风，这便是他心疼的原因所在了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通过考验得到的那个卷轴啊？淡淡从楚风手中拿过卷轴，却发现根本打不开。怎么打不开？确实打不开。楚风道。打不开？你怎么知道他对你血脉有好处的？淡淡问。此话一出，沙溢女子那顿时一亮的眼中涌现出了惊讶。楚风顺势
将卷轴拿了回去，不仅对我的血脉有一定好处，此卷轴真正的力量是与我血脉融合之后，再加上一些足够强大的材料，能够与血脉打造出一具魂魁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打造一个分身吗？淡淡不解。不是分身，可以说是替身，但不是简单的替身。总之有大用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楚风说道。神神秘秘的，不过有用就好。淡淡回以一笑。可相比于淡淡的反应，那杀意女子却是目瞪口呆。楚风所说的正是那卷轴的大概内容，可那卷轴正常来说根本看不透其中的内容，需传承之后才能知晓。就连杀意女子知晓也是听闻的，可这件事情也是足够了解杀魂一族的人才能听闻。楚风是怎么知道的？总不能是杀魂昊天与楚风交手的时候暗中告诉楚风的吧？此刻淡淡又好奇地看向楚风手中的卷轴，所以你已经知道修炼方法了？我只是看到了大概，真正的修炼方法需要融合才能知道。楚风说道。融合？像是传承的武技？淡淡问。对，差不多。楚风一边飞掠，一边将那卷轴摆放在其面前。下一刻，那卷轴化作黑色气焰，竟飘入楚风的脑海之中。见到这一幕，杀意女子竟不寒而栗，那瞪大的眼眸久久没有眨动一下，目瞪口呆的表情僵持好久，直到那化作黑色气焰的卷轴彻底融入楚风之后，他依旧保持着这个表情。许久过后，他才缓过神来，似是接受了这件事，不由感叹，这件事情传到杀魂一族的耳中，不知道杀魂一族的人会不会信。之所以如此感叹，是因为他知道不仅修炼此法难，融合也是一件极难的事。楚风这样轻松的就融合了，这在杀魂一族内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。于是他又看向楚风，眼中竟涌现出了些许期待。修武剑真的能缔造出那样的神话，真的会出现那等前无古人的存在，那我岂不是也将是这神话诞生的见证者？楚风，会是你吗？